泰坦影响与老纪的故事延续，正面对抗中不好的记忆涌上心头。泰坦钻头来源，几个照面就被拆解，从内部瓦解的策略功败垂成。编号战士与07指挥官会合，天外威胁迫在眉睫，他们需要与联盟达成停战，从而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。那个 HP 什么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的又是一天后，时钟断宇宙12季发布了，3天3连发，可谓究极关宝。这集主要就基内部的战斗刻画，表示了内部渗透的计划，无论是泰坦还是特工小队两路都以失败告终。另一部分内容则是给到了07指挥官，天外的威胁步步紧逼，反泰坦又反了，让本就是一锅杂烩和得更混了。09带回的信息让07不得不重视起来，如此难缠的对手还仅是无人机所操控。07意识到当下必须与联盟停战，随着他的回去，算是终于要走上日程了。这集的内容远不止此，请跟我重新回顾本季，我将尽可的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警戒，是本内难保有失过度解读猜测，仅是个人愚见，仅供参考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在联盟拟定好策略后，开始按计划行事。泰坦与特工兵分两路，随着小队遭遇老的后惨烈收场，从内部获取线索瓦解老纪的策略也宣布告终。另一边的泰坦影响也来到了自己的对手面前，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。战前喊话，老纪声称泰坦影响只有拥有吉他才有机会。好家伙，吉他的含金量还在提升。此前泰坦影响的吉他因为对抗犀利而弹破碎了，换到这里如果还没有损坏的话，确实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。毕竟在极具犀利的情况下，能一下把一个泰坦反弹飞出去，可见所产生的能量有多大。再加之此处几乎是封闭空间，在这里弹奏一下，声音经过障碍物反复反射，就会形成复杂的声场，声能密度也会比开放空间更大。但现在失去了这把武器，也就意味着少了一个强大的战斗手段。他能想摊手飞起，那就来试试。手炮起手，可惜打在了能量盾上，再飞起从上方发起攻击。众所周知，时钟宇宙枪几乎没伤害。老纪变形，陆地战车将他能想顶出僵直，随后近身铡刀落下，直接对其上级的大影响双痛失左臂。他能影响吃痛，3连3拳使出，但全部打在了老纪的挡板上。他再接核心冲击，强行逼退老纪。这个照面下来，他能影响在战斗方面上，如我们猜测一致，他还真就吃不下。老纪继续变换姿态飞行，绕到了他能影响的身后，从后面延展出了几根机械臂，上方挂载着音响。一道音爆冲击之下，他能响被震退。老纪背后紧接着又延展出一把剑，挑中了他能响腹部。不愧是蹲坑这么久的老纪，不知道他还能变化出多少东西出来。在接二连三的连环操作之下，他能响基本没有还手之力。但这还不是结束，老纪继续变换，3连肘击他能响，这一幕过于熟悉了。我相信大多人已经看得出来，这段老纪与他能响的对手戏当中，出现了多次与原系列73集类似的桥段，经典永流传。惨烈的战斗总会更加刻骨铭心。在这波撞击结束后，也对齐了失去了一条腿，太惨了，一时间找不到词汇去形容。老纪撤下能量面具，表示他能响真可怜。这个陷阱本不是为他能响准备的，而是他的时钟。但老纪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时钟不在这。虽然我们知道他去对付邪恶时钟了，但在基的视角是不知道的。也可以说他的信息现在来源于其他战士。从启动这个大城堡后，他们的所有力量悉数集中在了这里，而外界几乎就编号几单位了，所以不知道是正常的。但对于他们来说，自己辛苦准备，也推演了走向，想了一堆的方法让泰坦时钟的技能进入 CD， 还准备了陷阱。到头来因为邪恶时钟的出现，泰坦时钟脱离战争，他能想在机缘巧合之下给泰坦时钟踩了个坑，属于是受伤的小世界达成了。谁懂？没有泰坦时钟，泰坦影响就构不成威胁。老纪炮管开始鱼儿冲南，看样子老纪是个讲究的人，要用大的来收割泰坦影响。但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就有人要刀下留人了。果不其然，他的钻头破门而入。老纪见状，这狗血的剧情还真有人来救。他的钻头一力破万法，砸碎老纪能量盾，产生的僵直差点化身战斗陀螺。他的钻头战前线后，老纪站地，激光抵满发射，趁机近身一棒锤掀开他的钻头大翅膀。他的钻头见面开启嘴炮，但依然无济于事，被撞击打断。重现桥段发射子球，不过感觉这里的效果不大，没有原系列附带的效果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有这妙用，还是仅是当成了一个攻击手段。这里感觉就像简单的擦了一下。他的钻头翻身神龙摆尾，一下子给老纪干的面罩和能量面具脱落，为后面的对齐埋下伏笔。众所周知，他的钻头对于声音非常敏感，老纪自然也没有放过这样的攻击手段，用了好
好就兵不血刃，用的不好就物极必反。全方位声音输出他的状态使他抓狂，直接无视影响，径直扑向老鸡。紧接着大翅膀展开，6道激光发射，但颇具戏剧性的被老鸡给拆掉了一块，另一半则是一炮打断，随后你上我下变成我上你下，几连敲击之下没得反应。他联想背后近身一刀逼开老鸡，随后从破烂中找到了一颗球，揽在怀里便飞行离开了。相信看了细致的人看了细致，他联想拿走的应该是他的钻头的灵魂体，虽说他的钻头没有了反应，但之前已经得知了他的钻头实际操控者是个灵魂体，而偌大的身躯只是一个载体，或者说机甲。意思就是就算他的钻头没了，但只要他联想拿走的球里装的灵魂体还在，就可以像之前一样，付出也不过是换个机甲而已。但考虑到现在联盟的情况，钻头人都不剩几个了，如果没有备用机甲的话，可能还要借助铅笔的力量，这个是后话了。如果要回来，肯定不会久远，毕竟不剩几级了嘛。他联想飞向了双泰坦的身旁，随后倒头就睡。老纪表示我们该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，那无疑是战斗了。双泰坦见状，战就战。视角来到特辑第4集后，07对上幽灵泰坦。当然，这个单位也不算是凭空出现吧，他之前在特辑4中出现，当时因为时间的原因删除了一些情节，最后变成了短片的形式烘托了他的出场，所以这里直接对上了。07冲锋，但虚无穿过去了，与之前点对比所获的能力一样。随后双方开始对波，本来左边是幽灵泰坦，结果调转了镜头，左边变成了07，自古对波左边输，那自然也就变成了07对波失败被击落。此时编号单位赶到，来得很快哦，多条线的时间相较紧凑，所以看似过去了多少节，实则时间其实没有走多少。随着他们赶到，对付幽灵泰坦的工作就交给了0102，上来先简单的招呼2拳，随后02将其推走，防止波及其他人的同时，尝试一下推到地图边缘落下去。但幽灵泰坦毕竟是一个泰坦，很快激光就打退了02。一旁的紫球玩具开始发难，从空气墙中撕开2个大口，随后滴出了2滴黏糊糊的东西。很快啊，一个形似飞碟的无人机悬立上方，这团液体渐渐开始有了形状。好，这啥玩意儿？2根人参精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先重新数落一下，外星势力从阿尔法开始不断投入越来越多的无人机，这些球形色各异，紫色的可以开启传送通道，黄色的可以化为虚无，因此便于转移部件。你还别说，看起来就跟某个机装相似的。而红色的这里算首次出现，他们是外星奴隶的实际操控者。我说白了，我白说了，就是傀儡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。它可以操控这些东西来对敌人发起攻击，可以模拟攻击手段或是防御手段，自身更是无死角，难以处理。编号单位甚至都无可奈何。工程师08立刻编撰代码，试图修复这个 bug， 但几道代码墙下却这些东西仍然无法摸出。07也上去尝试，发现自己的攻击就跟打在了棉花上似的，怎么打都没有一点用。这时09表示这玩意儿他以前见过，干掉无人机就可以了。随后07湮灭之眼直接带走一个，另一个则是吃了迷雾，进入幻境乱打，被比利捏爆。随即威胁解除，莱昂纳多感叹掌控正确的敌人信息是件好事儿。大家伙的战斗还在继续，2打1，优势在我，你打他，我打你，他打你，我也打你，缴械了一根机械臂，快给老的2的送去研究一下。002配合之下，后面就是地图边界了。但还有第4者的插入，反泰坦蜘蛛他又来了，直接钻入躯体抢夺幽灵泰坦控制权，随后掉入深渊。2人见状，啥情况？紫色无人机看到几个玩具儿都玩完了，撂下一句要不了多久你就能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恐怖的狠话，准备传送走人。但无人机嘎手反泰坦不同意，一把抓住，表示 Master 做的太过了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随后直接捏爆，真是叛逆的反泰坦呀！他又对众人说，要么合作，要么嘎，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某个时钟，那无疑是泰坦时钟了。真的是身体一直在变，目标从未改变，执着。2人见状，神经。视角转回，剩下的就全是交流对话了。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得知，这些外星人应该早就该开始进攻了，但却推迟了入侵的脚步。原因是泰坦时钟的回归使他们感到忌惮，这点在以前的问答中已经提过，现在算是对上答案吧。泰坦时钟的实力强大，外星阵营也需要找到应对的方法。不过在09逃离之前，他得知了外星阵营正在研究一种外星的时钟装置，看样子能打败时钟的还得看时钟，所以他们在研究好这个东西前，并没有急于入侵。但现在随着消息的透露，意味着研究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入侵的时间也就越来越近了。在此情况下，他们必须与联盟休战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这点07指挥官已经深刻意识到了。小佳与大义选择了后者。
09还了解到外星势力与千边有过接洽，这点在此前的特辑中有所提及。首席铅笔拒绝了外星势力，他不认为这些未知的威胁会为了他们好。由于联盟间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出现过交流，也因此可以得知这个事情并不是人人知晓。09则是通过外星势力了解到的，不过这都是之前，现在知不知道就不明确了。当务之急就是表态与联盟休战。07主官表示联系不上克莱拉，要亲自回去确认情况，而其他人是去是留就自己做决定，剩下的就是没什么信息的对话了，用台词升华了个人的性格和情绪。总结一下，与联盟停战应该是板上钉钉了，我想联合自然也会水到渠成。总之之前的恩怨再有多大，等到真正的威胁解除再去清算。外星势力是这个宇宙的威胁，必须拧成一股绳去对抗，双方互锤下去，无异于黄雀在后。3年级完成，接下来可能是圣诞特辑，亦或是直接上个大的47集。47将是难以想象的，长度可能比42还要长，新角色更会层出不穷，制作时间想必也是如此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皮子班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